当大家回到就是你的真实世界跟生活当中，为什么大家会想要买军规手机壳？手机怕坏啊，手机怕坏嘛。但是我跟你讲哦，真正的军规标准是这样子：122公分上面摔下来，你的地面呢混凝土加薄的胶合板，大概5公分厚，分别测试它的物件是26个接触点，打电话给苹果的官方，不能报错，没有任何报错的记录，那才叫做军规。接下来我们就来试看看这个所有台湾市面上卖的手机壳，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吸收你的手机内伤，跟吸收你的手机充电啊？透明壳，大家这几年最流行的透明壳，什么牌子都有做过透明壳。3、2、1，我干啊！哎，你要确定呢？你要确定呢？干，我被告。等一下，这能播吗？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人少年》。这一集我们要来打诈，这么严重？严重诈骗，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诈欺。你知道大家现在手上、身上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手机。如果你去抢一个阿公阿嬷或者国小2年级的小朋友身上最贵的是什么？手机，因为手机就动辄上万块。所以呢，在这几年当中呢，非常多人就会去买很多手机壳，军规手机壳。但是你知道军规手机壳这个军规啊，基本上就是一个诈骗。没错。那为什么大家会听到军规这2个字？其实军规它是真的有定义的。军规呢，它其实是来自于美国国防部 MIL STD 810的标准。它这个标准呢，其实有包含非常多严苛的测试项目，像是温度啊、湿度啊、震动啊、腐蚀啊、侵蚀啊等等。而为什么会有军规这个名词？其实就是因为美军啊，他们以前要采购，采购的时候呢，总不能这个东西从一个胸口掉下来，然后这个东西就坏了。坏了之后他们还能打仗吗？不行嘛，就定义出这个标准。那手机上呢？市面上这个常讲的军规防摔呢，它其实在说它这个516.6 Procedure 4中的对于衰落测试的标准，听起来很厉害，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其实你在市面上买到的军规手机，基本上没有测试，没有测试，没有测试。我们之前去印度拍过安全帽啊，对啊，印度安全帽他们有欧盟嘛，就是 ECE 嘛 ，ECE 嘛 ，DOT 嘛。那 DOT 怎么样？就是你可以自己讲说，哦，我有 DOT， 我有这个标准。对，啊，你被抓到会怎样？罚钱啊，罚嘛，对不对？对啊。台湾你讲你是军规，你被抓到你不是军规会怎么样？好像不能怎样。就像是我现在告诉你哦，杀人犯法，有这个规矩哦，但是没有警察，所以没有人抓，没有人抓，你可不可以杀人？可以啊。不行，不行杀人。所以现在状况就是这样子，因为没人抓嘛，所以当没有人抓的时候，大家就可以乱讲。我他妈军规眼镜，我军规手链，我军规染。当大家回到就是你的真实世界跟生活当中，为什么大家会想要买军规手机壳？手机怕坏啊，手机怕坏嘛。我手机每天在用啊，有的时候骑摩托车啊，有的时候丢在路上啊，有的时候被女朋友拿来摔啊，就是常有的事。但是我们今天身为超认真科学、物理、材料、数学、工程的频道，我们要讲的是这种科学。首先，我们要先定义什么叫坏。什么叫坏？你觉得什么叫坏？手机要坏，就是我们把坏掉这件事情分成3个等级。哪3个等级？叫做丑，叫做坏，叫做烂。手机拿出来一下。你要干嘛？像这样子，每个人身上都会带手机。我看还有女朋友照片。好，像这样子，手机摔到地上，它就刮伤，然后就变成丑。但另外一种叫坏，手机坏掉是这样子。等一下。你知道手机如果经过一个重击之后，它就会坏掉。但是大家对于坏掉这个定义，你看是不是很生气讲废话？但大家对坏掉这个定义，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这苹果它官方其实是有个坏掉的定义，也就是说，你可以打电话到苹果的客服。我刚刚讲到这个手势是个老人家的手势，对不对？对啊，这样子，你可以打电话去苹果的客服。然后去问他说，我的手机哪边有问题？然后苹果会告诉你说，你的什么东西坏掉了。但是你也可以去苹果的原厂店里面去插上它的一个检测仪器，对，然后它就会出现一张图，告诉你说，你的这个东西坏掉，你这个坏掉这样子。什么显示器啊、Face ID 啊，说不定我们这集之后，苹果客服会打爆。等下我们有要把那个电话放在这边吗？大家自己找。这个东西是我们定义的手机坏掉，因为就是手机功能已经出现问题了，虽然可能有损伤啊，对，零件损伤。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要跟大家讲说，什么样叫做手机不会坏掉，我们要做这个实验之前，我们要先定义坏掉。什么叫坏掉？我们的坏掉就是官方告诉我们说，你的 Face ID 坏了，你的镜头坏了，你的什么坏了叫坏掉。第3个叫烂掉。烂掉就是有没有看过在路上被告过的手机？这个叫手机烂掉了，就变废铁，不是？手机烂掉了，没意义嘛，就手机不能用了，不能 work 了，这也不要军规，就不能弄了，就手机没用了，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先把网友们众多上面说手机摔坏了的坏，到底只是磨到，还是你有一个功能不能用，还是你直接碎掉了？对，我们要先讲这个坏，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知道？一个手机它到底怎么样摔会坏掉，或它承受多少的力量它会坏掉？我们不能像是很多 YouTuber 一样，就是丢到空中啊，然后什么然后抛啊，然后怎么样摔啊。
不科学。我们身为一个科学、数学、物理、材料的一个频道，我们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做实验。我身为一个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机械设计组刚拿到硕士毕业证书的刘备，我今天来教大家怎么做实验。实验这个事情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定出标准。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就手机管这样会这样摔嘛，会这样摔嘛。对，每个角度其实摔起来的点都不一样。没错。但是我们要做实验。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首先你要去定杆，控制变音，你要控制变音，你要定住这个变音。大家有没有打过撞球？我们曾经有拍过撞球的影片嘛？请问什么样的杆法，撞球的冲击吸收力是最大的？定杆。定杆，因为不管你是打有角度的，或者打推杆、打拉杆，你的定杆就是完全的力量像牛顿球一样，过去之后完全吸收，完全过去，所以你的球会定在那里。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要测试一个手机内伤的承受力量，它的牛顿力，我们算出来了。经过我小小的脑袋瓜，我用屁股算就能够算出这个。你看我屁股多聪明。镜头这个角是最脆弱，这是它最脆弱的地方吗？你现在怀疑我的屁股吗？别看着我的呀。就是你这样子面积大嘛，你这个角度是最小啊，但这角度最小的时候，它的冲击吸收整个手机受到震荡的力量是最大的。哦，这样就合理。然后轮到你解释我，合理嘛？说是我们要尊重硕士学历。对啊，尊重一下。硕士学历，没错嘛，没错嘛。OK 啊 ，OK 啊。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知道 iPhone 原厂手机啊，没有手机壳的时候，拆掉这个裸机哦，你知道这样摔下去的承受力量？你确定要这样？当然，其实我知道大家在摔手机的时候，正面有时候正面朝下，有的时候侧面朝上，有时候镜头朝下。对啊，各种情况嘛。而其实以 iPhone 为例，真正让手机 shut down 的角度，其实最脆弱的不是这个角度。那是什么角度？是还有别的角度。但是因为我们要科学要计算的时候，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找最大值，我们要控制变异。所以因为我们没办法算出这样砰一下、2下、3下，手机坏掉，砰一下、2下、3下，这样手机坏掉，还是这样手机摔掉。我们如果今天要告诉大家说手机摔下去它要承受多大的冲击力的时候，我们要定出一个控制变异嘛。重点就是每一次要一样，想不到吧？看我们频道你还学到怎么做实验。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以你的 iPhone 手机，因为每一代的冲击其实都不太一样，结构不一样，冲击就不一样。那以 iPhone 16为例，裸机从上面坠落下来摔下冲击力是多少呢？身为一个工业工程机械专长的我，帮大家做一个衰落测试，应该也是合情合理。身为一个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机械硕士，我为大家量测数据应该也合情合理吧？没错，所以大家从此之后摔手机再也不是感觉，而是数字。首先我们要怎么样测出这个数字呢？这是一个全新的 iPhone 完全没有被拆封过的手机。你要用全新的哦？请硕士生帮我们为观众验证一下。这个连封条都还没拆啊！每做一次实验，我们就要牺牲多少钱？36,900元。所以在这一集来说，刘备的车马费就是不拿了啊。没有错，我们每拍一次就要损失36,900，你还不加入会员支持我们的会员频道？没有，因为我们为了要收集一个真正一开始正确的数据，就是它就真的是需要一个全新的 iPhone 手机。你要先拿裸机测一次就对。我们要先测出就是没有壳嘛。你如果拿一个已经被摔乱七八糟的手机，取到的数据就会有点就误差。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全新的 iPhone 手机，没有拆封过的哦，全新的哦。这个时候苹果的专员会说什么？来，请帮我们检查一下，拆封之后就没办法退货了。所以我们就要按照我们刚刚所谓的坏的定义，就是摔一次下去之后，打电话给苹果的客服，然后问他说：“我的手机有没有什么状况？看里面的零件有没有损坏。”没错，这是一个完全科学的实验。那我们现在开始。好了，那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哦。3、2、1，等一下，我们要撞的是它最脆弱的那一面。手机最脆弱的地方是哪里？是你的镜头的那个角角。好。我们接下来撞击点就是最脆弱的点，而且由上一次的事件，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江湖道义，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社会化，你就可以从这个人的行为去看到。你什么意思？你知道这种3万6这种事情，当然先把老板来按啊，然后轮到你按。那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好，请麻烦帮我倒数3、2、1。哇，很大力耶！4722牛顿。拍手啊！为什么要拍手？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老板刚做这个实验呢，4722牛顿到底代表什么？首先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设备到底在测量什么。设计的这个字距呢，它都限定手机在一个角度，那这个高度呢也是设定在122公分。然后我们再以这个高度为基准，让它自由坠落，让它最脆弱的点，它会落到下面像是一个磅秤的 sensor 上面。它换算之后就会得出我们的4722牛顿的量测值。那4722牛顿除以9.8，那大约等于呢480公斤。那480公斤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我们在 iPhone 最脆弱的那个角落，瞬间承受了480公斤的力。那480公斤大约等于怎样的体感呢？大概会很像李小龙揍你一拳，大概等于一个成年的雄狮、大型的海豹，300到500公斤的体重，高速冲撞你的手机，而且集中在那个点上，或者会很像你的脚趾头被一个470公斤左右的引擎压到的感觉。是的，没有错。所以为什么实验它要固定变音呢？就是接下来我们的每一次的测试都要全部都撞击在那个最脆弱的点上，所以我们要先测度这个数字跟这个数值裸机掉下来之后，它冲击力怎么样之后，我们现在放上壳才有意义嘛。接下来这个手机到底有没有坏呢？如果我们用一般很俗气的方式，然后把它拿出来看的话，它就有一个撞凹的痕迹啦。这个我如果拿去虾皮卖，应该大家也看不太出来，还是可以滑。也是可以滑哦，繁体中文啊，台湾也是可以，但是它真的完全没有坏吗？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电话到苹果的官方去问。那你现在要干嘛？打电话给客服要插信卡。哦，因为是新机嘛。对，新机。但现在网络大家用太习惯了，忘记了。干怎么不会开？啊？开启哦？没有了，应该没有。关机了。有啦，没事，还没有坏，吓我一跳，还没有坏。这边检测的话，看到那个镜头的话有点问题，后置长焦镜头，你可以打开您的相机，拍照之类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你看，按照这个牛顿值，你如果那个点那个接触面极小，因为接触面小，力量越大。对啊。你把手指放在先打下去，刚好打得很准的话，你手指会裂开的。但是我跟你讲哦，真正的军规标准是这样子：122公分上面摔下来，你的地面呢，混凝土加薄的胶合板，大概5公分厚，分别测试它的物件是26个接触点，8个角，6个面，12个边，分别都要摔一次之后，你的东西完全能够正常使用。打电话给苹果的官方，他告诉你你的手机都很对，不能报错，没有任何报错的记录，那才叫做军规。你信不信？我现在去市面上买随便一只军规手机，我不要测26个点，我测1个点就好。你说如果它不符合，也没有人可以不会怎样，没人抓，政府不管啊。所以军规变成是一种行销感觉，它已经不是那个真的拿来可以经过这个战争军事测验的东西，它就只是写给消费者看，写给你们这些潘他看，军事等级嘛。台湾的国军不是，不是台湾国军，台湾的军规没有人抓嘛，所以。按照科学已经告诉你答案了。其实 iPhone 如果你没有装手机壳基本上你摔一个角1次到4次，我们试过了，有可能1次就爆了，有可能4次它就挂了。平均大概。平均大概，因为每一个组装这个流水线每个组装的，对啊，它其实跟公差也有点关系，跟你每一个流水线的那个质检员的品质也是有差。所以实验它告诉你，当你的手机的一个角度，它只要承受到这个样子的牛顿力的时候，你的手机就是拜拜了，坏掉的手机。那为什么我手机放在摩托车上，镜头还是会坏掉？你是说那个手机？你知道苹果官方它其实是有告诉你的，手机是不能放在摩托车上面的。为什么？震动吗？震动是因为这个震动。为什么你的手机会越来越慢，会变得越来越笨？那不是因为更新的关系，其实是因为你的手机丢来凶。它里面接触不良啊。因为它的变因有很多，接触不良，你的零件松脱，或者是你的震动损坏，所以里面只要有一个东西你的电阻就越来越高，你的手机就越来越热。对。所以当你手机越来越热的时候，我告诉你，科学就是告诉你，你手机丢来凶啊，就跟你得癌症一样。但是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手机你不是告诉我了吗？明明是要这样子他妈这么大力才会坏啊！为什么我手机这样这样也会坏呢？来。硕士，告诉他妈你的专业科学。身为这个交大机械系，我们在这个材料科学上一定会学到一张图，它叫做 SN curve。那它基本上就是在解释一个材料在疲劳测验下几个 cycle 或是在多少力的时候会 failure， 就是它会失败失效这样子。那你可以看到，在左边的话，这个最高点用最大力，它可能一次就坏；到右边的时候，它会呈现一个像高原期嘛。那这个就是在小于这个力量之下，它可能在10万个 cycle、100万个 cycle， 它都不会坏掉。也就是告诉你说，我们所讲的一次砰往下，那就是最左边那个。没错。如果你每天手机放在桌上，像这样子，你放到2050年，其实你的手机都不会坏。但是呢，如果你再稍微这样子，它可能在10的2次方或3次方的时候，它的力量在中间。那你的里面的材料，不管你是会产生金属疲劳啊、材料松脱啊，或者是产生各种你的焊接点，它就会开始崩坏。而你的手机震动呢，就是在中间，所以你可能在10的2次方，也就是可能1000次、100次、10000次的时候，你的手机就震坏了，它就松脱了。这就是他刚刚长篇大论的白话文。也就是说，其实科学它是科学，它不是感觉。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网友就说，我手机从哪边掉下来就坏了？其实你可以从这个图上，或者是你的接触面积上，或者是你的撞击点上，回推你的科学，就是为什么你的手机 iPhone 坏了。
数据分析，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就是告诉你为什么你的手机要装手机壳，因为我们要把那个 SN curve 的峰值降下来。为什么我们要降低 SN curve 的峰值呢？因为这样子你的手机本体所受到的冲击力会比较小。为什么我们要让减少手机的冲击力呢？因为我不想手机坏掉啊。没错，我们先定出这个实验怎么做，大家也可以检视一下我们这实验流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正当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试看看这个所有台湾市面上卖的手机壳，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吸收你的手机内伤，跟吸收你的手机冲击力。手机壳跟安全帽一样，不是越贵越好啊。当然了，我不会只摔你的，你也要摔你的。我从一路，大家应该说是我手机，就一路用过来就是这样子。还有同事有没有手机要拿出来的？我们用科学不是感觉，我们就用数据告诉你，其实哪一个手机壳是真的能够让你撞上去比较不会受伤。啊，如果你真的已经用了那个最厉害的手机壳，你撞上去手机还是受伤了，那就是干你真衰，真的，这没办法了，真的就是刚刚可能4000G 就刚好打在你妈人生最脆弱的那个小点上，那这就在骂你衰。但它就是跟安全帽一样，有通过欧盟的认证的安全帽，它的致死率可能就是不到10%，它是一个几率问题，它是一个几率，对啊，就是你有通过这样子的认证的东西啊，你有通过这样子的实验的东西，受伤的几率、死亡几率就会降低，都会降低。啊，但是也不代表你只要戴了欧盟的安全帽你就不会死。那所以我们买手机壳买东西，其实买个几率，我再买一个我摔下去死亡的几率哪一个比较低，那就进实验。挑战者1号刘卫与他的女朋友使用的是好事多 Costco 的手机壳。你手机买多少钱？大概4万块吧。4万块，4万块手机壳买多少钱？手机壳好像1000块吧。1000块，差不多。保护你4万块的东西，你用2.5%的价钱保护它。好，那我们倒数3、2、1。多少？哦，少了3786，少了1000牛顿，3000没有超市应该不会坏啊。对啊，就中间伤害值，中间 Costco 还是好事多了，好事多更多。然后下一个挑战者，来，接下来公司下一位挑战者，少女的耳朵，方宇，你买多少钱？我买1580，还蛮正常的。设计师方宇1580，他的手机壳耐冲程度如何呢？3、2、1。2506，4722减掉2506，这不就是你们最爱算的 CP 值吗？21要除以1580，请问是 CP 值多少？1.4。1块新台币吸收性价比吸收1.4牛顿。那你的是多少？你的是虾皮卖980，它1000块吧？4722减3766，所以是936，所以你的 CP 值是0.9了。0.9，1块换1牛顿。啊，透明壳。大家这几年最流行的透明壳，什么牌子都有做过透明壳。市面上有不变黄的，也有会变黄的，也有很多复合材质的透明壳。3、2、1。我干！啊！5000！你要确定呢？你要确定呢？干，真的假的？合理上是有可能的，因为它加了壳更重啊。对，然后往下掉，所以它吸收变差了。我被告。等一下，这能播吗？再一次，以防万一，我们再一次。实验可能难免会有误差。3、2、1。4743，其实有跟没有，其实有跟没有一样，其实有跟没有一样。干，真的差不多。对，误差值可能会到300上下，300-400上下。你的透明壳买多少？CP 值是负的，干负了，买了更糟糕。你宁愿空击下去摔，没有下一个哦，不会变丑，对，不会刮伤，不会刮伤，还是有用，你如果买到这个手机壳还是有用的，因为它还是会保护你不会刮伤啊。没有，你真的客服真的坏了，我买一支新的给你，真的。你说超过原本的那个数值的那一支，对，基本上都坏了，好硬了，就是没有好，成本超高，压轴。我个人的。你个人的，应该这个手机壳大部分陌生吧？从我以前的影片到现在，我跟锐步关系良好。难道今天这一集是锐步赞助吗？哇，你说手机壳印了锐步上去，说干就变超强？对啊，超耐心。锐步 give you wings 啊，不可能，科学啊。基本上这个手机壳的品牌也跟我有合作过，它这个印的图案也有合作。然后我基本上我觉得，我个人算是你挺有信心的，我挺有信心。没有，因为我知道它用什么材料，我算是这个有信心的。来咯，3、2、1。2100，
等一下算一下 CP 值，我觉得这对不CP 值挺高的。加印嘛，我还加印的钱哦，1180 1100。4722减2133 2589 2589除以1180，除以1180等于多少？2.19才叫科学，不是一种感觉，是数学，不是贵就有用，跟我们之前拍的安全帽是一样，不是贵就安全。而且我跟你讲，我用的还不是它最强的，因为每个品牌都有它每个品牌最强的型号。对，我们拍完这一集一定会有每个不同品牌的拥护者。我们就在这一集，我们先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测这个实验跟怎么抓这个数据，然后下一集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在下面留言，就是你觉得哪一个牌子的哪一个系列是最耐冲击的，是最好的？觉得什么牌子可以拿来测、拿来试的话，那公开大家欢迎挑战。我们也请制作人发给每个牌子啊，你去邀每一个牌子，就说，你要不要拿出一个你们最耐摔的手机壳？然后我们全部用一样的设备、一样的方法，然后全部去测。赢的可以，赢了我们就讲出那个是什么牌子，输的我们就把马赛克，我怕被告。然后我们赢的，我们就采访这个工程设计师好了。不错对啊，了解一下他们怎么做的。我跟你讲，其实做手机壳这个塑胶射出它其实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事情。所以你一开始的工程设计是怎么设计，它都会关系到刚刚的那个数学题。真的。我们免费让他们打广告啊。不收钱，不收钱，免费广告，公平公正，不收钱。总而言之，这一集要告诉你，就是科学是科学，不是感觉。你如果认为我们今天的所有实验还是所有讲法有任何问题的话，下面踢馆啊，下面讨论，我帮你解释。年轻人刚毕业嘛，对啊。年轻气盛，成熟一点，床垫一下子。有的时候真的，说不定我们会真的没有想到哪一个东西有问题。因为我们的频道的很多观众就是有各方专业，工程专业、工业专业，你也可以提出说我们的这个理论有没有什么样的破绽或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讨论，理性讨论。但当然，手机除了冲击之外，它还有很多功能啊，比如说日常使用，好看啊，后面的图案会不会刮啊，耐磨会不会耐磨啊？所以其实很多的手机设备商或很多在生产的时候，他们会经过很多的测试。很多测试的设备其实也都不太一样，就是有耐刮的测试啊、翻滚的测试啊，然后什么的测试。但就跟我们很多在我们制造业里面，我们在生产产品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有很多的实验室去做出很多最后的测验，对，才不会东西到现场还有问题。对，如果现场有问题，那我们下次怎么改进？那我们就回到实验室，然后一边做一边改，滚动式修正。好，那我们就下一集擂台上见了，也欢迎提供你的手机壳。这是超人侦探，如果你想要支持我们频道，或者是你想要听我们更深入的解说，你可以1个月花60块加入我们的会员，你可以在会员频道里面看到很多有趣的影片。这里是超人侦探，下礼拜见，下礼拜见，拜拜。副总，刚刚拍片的时候你怎么都没有在看我？我表现那么好，该加薪了吧？他的意思是说，这么小的工作有什么好看的？看他鄙视的眼神。这么简单的工作，他妈有什么好关心的？我今天很辛苦呢。你说是不是？我们设计一个机器去装那个手机壳呢？鄙视？不回我